官如视觉、听觉、嗅觉、味觉和触觉的输入，并将这些信息整合为我们能够理解的感知体验。各个感官区域位于大脑的特定部位，如视觉皮层、听觉皮层等，它们负责处理相应的感觉信息、运动和协调。大脑的运动皮质和基底核等结构控制身体的运动和协调。运动皮质负责启动和调节肌肉的活动，以便执行各种动作和动作。基底核则在协调不同肌肉组的动作，维持平衡和控制运动的流畅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。11. 自主神经系统。大脑还通过自主神经系统来控制身体的自动功能，如心率、呼吸、消化和循环。这个系统分为交感神经系统和副交感神经系统，它们协同工作以维持内部平衡和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。自主神经系统的调节对于我们的生存和正常身体功能至关重要。12. 意识和思维。大脑是思维和意识的中心，它包括皮质区域，负责高级认知功能，如思考、决策、判断、规划和问题解决。同时，大脑还涉及产生和维持意识状态的各种神经网络，这些过程的精确机制尚不完全清楚，但它们与人类独特的思维和意识能力密切相关。13. 情感和社交互动。大脑还参与了情感的产生和社交互动的调控。边缘系统和扣带回路在情感的表达和感知方面发挥关键作用。情感对于我们的行为、社交关系和心理健康具有重要影响，而大脑在情感的处理和调节中扮演了关键角色。14. 语言和沟通。大脑的特定区域，如布洛卡区和温克尔区，与语言的产生和理解密切相关。这些区域协同工作，以允许我们说话、理解语言、阅读和写作。语言是人际沟通的基础，而大脑在这一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。15. 想象和创造力。想象力和创造力是人类的独特能力，与大脑的前额叶和其他区域有关。这些区域允许我们构想新的想法，创造艺术作品，解决问题和创新。大脑的创造性能力有助于人类进步和文化发展。16. 睡眠和梦境。睡眠是大脑和身体恢复和重建的重要过程。大脑在睡眠期间清除代谢产物，加强记忆，调节情感和进行神经重组。梦境是睡眠的一部分，它可能有助于情感处理、记忆巩固和创造性思维。总之，大脑的复杂性体现在其各种结构和功能上。虽然水分占据了大脑的一部分，但其他组织和物质同样至关重要。这些组织和物质协同工作，以支持大脑的各种功能，包括感知、思维、情感、运动、自主功能和意识。了解这些不同的作用，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大脑的重要性，以及它是如何促使我们成为复杂的思维、情感和行为的生物。好啦，这期视频就到这了，我们下期见吧，拜拜。